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指挥部被袭，副旅长被炸死。俄军道尔野战防空系统再被击杀。乌克兰导弹计划提速，新型改装无人机远超金牛座导弹。失事客机是俄罗斯导弹打下来的。乌克兰1周内6次袭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巨型弹药库被完全摧毁。以色列轰炸萨那国际机场，胡塞吹牛会变逃难会。俄罗斯帝国的末路狂奔。俄军对波克罗夫斯克的进攻几个月了，至今还未推进到乌军的主阵地。仅在外围靶点作战中，就损失数万人以及大量军事装备。由于损耗的军事资源无法得到补充，进攻部队目前能够依赖的装甲载具越来越少，也导致伤亡人数不断增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俄军方积极地协调民间力量向前线补充载具，但从俄罗斯军事博主提供的视觉资料来看，这些后方运来的民用车辆几乎给俄军突击行动提供不了任何保护，步枪子弹都挡不住。库拉霍夫方向，俄军正从中央大街和水库北岸兵分两路推进，双方当下围绕着西部的工业园区昼夜激战。乌军则向库拉霍夫西南苏基利亚定居点发起了反攻。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已经击退了乌军反击，但扬塔尔内方向当下仍存在着不少敌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接下来将向君士坦丁堡方向推进，完成对库拉霍夫南半部的包围。该战场目前信息较为混乱，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乌军抵抗非常激烈，俄军至今无法占领库拉霍夫。库尔斯克战场上，俄军当下集结的兵力已达 6.5 万人，希望在1月20日之前将乌军驱离国土，如今看来这个目标很难实现。12月25号，乌军再次使用 ATACMS 战术导弹袭击了利戈夫市，摧毁了俄军的第810海军陆战旅指挥部。可以确定的战果是炸死了该旅副旅长穆哈贝托维奇、帕克托夫中校，其他毁伤还在统计之中。乌军第82空降旅和第95空突旅等部队曾多次重创该旅，但该旅后来有8次重建，只不过新兵组成的部队战斗力明显大不如前。插播一条刚刚得到的消息，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地区再次遭遇袭击，乌军的无人机正和俄军的防空系统展开激烈交火，现场已传出多起爆炸声。与之一同遇袭的还有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这意味着乌克兰很可能还将目标瞄准了附近的克里米亚。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战场信息传来，详细的数据有待后续披露。这也是1周内乌军第6次打击罗斯托夫的目标，在这之前，他们相继空袭了当地的炼油厂和空军基地等设施。另外 ，ISW 战争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了罗斯托夫军火库的最新遇袭状况。12月22日前后，乌克兰曾对当地新切尔卡斯克的巨型弹药库发起了猛烈空袭，现在看来，这个军火库已被完全毁坏。据悉，该弹药库还曾为克拉马尔托斯克方向的俄军输送补给，如今已丧失作用。继12月7日，一个俄罗斯道尔 M2 防空系统在扎波罗热前线被乌克兰 Nemesis 部队猎杀之后，该部队12月26日再次在扎波罗热前线的泽兰洛比村成功夜袭另一套俄罗斯道尔 M2 防空系统。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越少，乌克兰的天空就越安全。道尔 M2 是俄罗斯金刚石安泰公司研制的一种现代短程随军野战防空导弹系统，大概18、90年代的水平，设计用于攻击各种空中目标，包括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无人机、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弹药。道尔 M2 配备先进的雷达和导弹制导系统，即使在复杂的电子战环境中，也能同时探测、跟踪和攻击多个目标。根据具体变形和作战条件的不同，
道尔 M2 可拦截距离12到15公里的目标，有效拦截飞行高度从10米到1万米不等。该系统还有一大特点，具有很强的机动性，通常安装在履带式或轮式车辆底盘上，可随前进或后退的部队快速移动。如今的乌克兰战场上，比 S-300 和 S-400 更为灵活机动的俄罗斯道尔 M2 防空系统，已成为俄军拦截乌克兰无人机，尤其是西方先进巡航导弹的中坚力量。7月20日，就有消息称，俄军扎帕德特种营使用道尔 M2 防空导弹系统，在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市上空摧毁了一枚风暴阴影空射巡航导弹。突发，以色列出动战机狂轰萨那机场，胡塞吹牛会上变逃难会。12月26日，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数十架以色列战机突然出动，突袭了也门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机场的机库、跑道、控制塔等关键设施均被摧毁。袭击发生时，也门恐怖组织胡塞武装正在召开记者招待会，吹嘘自己将如何消灭美国和以色列。面对也门这个中东的新焦点地区，以色列发表了对胡塞武装的最严厉警告。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胡塞武装将会面临同哈马斯和真主党一样的命运。目前，以色列几乎已经实现了粉碎哈马斯武装、重创黎巴嫩真主党和消除戈兰高地方向威胁这3大战略目标。抵抗之胡成员最能打的，竟只有也门胡塞武装一个。以色列这是说干就干啊，而且是杀红了眼，连国际机场都说炸就炸。现在的胡塞武装正面临内外双重的压力，在外部，以色列和美军已经接连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空袭，打掉了他们的港口和导弹仓库；而在内部，也门政府军一系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不久前也向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区域发起了猛攻。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胡塞武装的顽强正应了那句老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竟然还向以色列的阿什凯隆一带发射了无人机。尽管没有造成多大破坏，但还是引发了内塔尼亚胡的强烈反应。不过，以色列想要对胡塞武装实施打击，并非易事。由于距离太远，以远程空袭成本高昂，且成效有限。尽管美英联军鼎力相助，但袭击力度还是有限。有时候不仅不能摧毁胡塞武装关键的弹道导弹设施，反而还暴露了多国联军在军事行动中的协调不佳，甚至发生美国提康级战列舰误击自家 F-18战机这样的乌龙事件。胡塞武装和哈马斯、真主党还不同，以色列态度越是强硬，胡塞武装就打击得越狠。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已经连续1周不间断地轰炸以色列了。有外媒消息称，胡塞武装24日和25日2天至少连续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其中1枚巴勒斯坦2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命中了特拉维夫雅法地区的一个军事目标。此外，以色列阿什凯隆市的一座重要热电厂也被击中。胡塞武装声称，这款高超音速导弹射程2150公里，使用固体燃料，采用2级结构，速度高达16马赫，具有高机动性，能避开强大的防空系统。不过，以色列对此予以了否认。从现场视频看，爆炸现场火光四射，尽管目前伤亡情况不明，但攻击的成功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大打击。25日清晨，以色列多个大城市的空袭警报声此起彼伏，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等中心地区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数百万居民不得不紧急避难，不少人在慌乱中受伤。在最近的一轮导弹袭击中，网上流传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准将已经被炸死，但萨雷亚很快就公开露面，算是肉身辟了个谣。以色列想斩首胡塞武装高层，看来还没有那么容易。以色列和也门又差了那么远，出动地面部队显然不现实，只能空中打击。可能连以色列和美国自己都没想到，以前没放在眼里、穷得响叮当的胡塞武装，竟然成了半路杀出的那个程咬金，成了最难啃的硬骨头，还真是打不死的小强啊！特别是以色列国防军的防空系统，在拦截胡塞武装所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竟然无能为力。
以色列一向自豪于自己的防空拦截技术，尤其是在面对区域内各类导弹威胁时，被认为相当先进。尽管剑3反导系统被赋予了拦截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能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它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以色列现在下令扩大剑3拦截导弹的生产，但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毕竟，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拦截系统萨德对胡塞武装的超音速导弹的表现都差强人意，没有完全拦住，这确实让人大跌眼镜啊！不过，一旦以色列认真起来，把胡塞武装当成头号敌人来对待，那么胡塞的未来也就凶多吉少了。而经历了战争洗礼的乌克兰已经很清楚，外部支援只能救难于一时，俄乌战争的最后走向还得是靠自己的实力和勇气。最新一期《经济学人》透露了乌克兰正在秘密恢复自己的导弹工业。要知道，乌克兰曾经是生产导弹的大户，也就是说，在发展导弹的人才、技术和设备上是有大量积累的，而现在正处在爆发式复苏阶段。文章透露，乌克兰现有10多个导弹项目正在同时急速开发中，其中的一些已经准备就绪。乌克兰军方计划在2025年底前批量生产3000枚导弹，其中的一个重点项目就是一种名为特鲁姆佩塔的导弹。外表看上去好像不是那么先进，但它拥有200公里的射程和可观的准确性，时速达到400公里，完全覆盖了所有乌克兰东部战场和克里米亚的一大半，还有包括俄罗斯库尔斯克战区和俄罗斯西部支援前线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它的另一个优点是便宜，这种导弹的诱饵版本成本只有3000美元，其仿冒版本的生产成本则更是只有200美元，用来吸引俄军先进反导弹系统，而全套打击型号成本约为15000美元，这要比大多数西方类似的导弹便宜很多。这种价格亲民的导弹被乌克兰人称为人民的导弹。经济学人称，更大更强的版本正在开发中，可以直达莫斯科。报道还透露，特鲁姆佩塔项目源于乌克兰不想依赖大规模外国军事援助的愿望，这是该国希望重振国内工业的几个导弹项目之一。在苏联时代，乌克兰在太空和导弹创新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因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而终止。乌克兰放弃了其核洲际弹道导弹，以换取后来证明毫无用处的安全保证。该杂志的报告称，随后重振该行业的尝试却因腐败、政府破产、俄罗斯渗透和缺乏政治意愿而受到影响。然而，乌克兰现在正试图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迎头赶上。这些导弹的产量仅次于美国和中国。英国杂志表示，一些新型导弹和战斗无人机的混合体已经准备好飞行，还有数十个其他较小的项目可以加入其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由2022年击沉的反舰武器改装而来的远程海王星导弹，该导弹击沉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此外，还有雷霆2号战术弹道导弹，也称为游隼，该产品正在乌克兰东南部第聂伯罗的彼得罗夫斯克工厂进行开发。该杂志指出，乌克兰导弹计划的细节受到严密保密，因为俄罗斯无时无刻不在针对导弹制造设施搞破坏，已经有数百名工人死亡和致残。为了应对俄罗斯的破坏，导弹生产计划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一些零件组装作业转移到受保护的掩体中，而零部件生产则分布在数百个隐蔽和不被注意的地点，比如车库之中。一位未提及姓名的高级安全官员表示，距离生产出在数量、射程和能力上都将严重威胁俄罗斯的导弹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另据德国图片报报道，乌克兰工程师成功将 A22 商用轻型飞机改装成能够飞往莫斯科的攻击无人机。该攻击无人机的射程可达1200公里，远远超出了德国金牛座巡航导弹的能力，且能够携带多达200公斤的炸药，其手动控制被卫星导航系统取代。图片报称，由于发动机加热温度低、特殊涂层以及低飞行高度和低速度，这种无人机对防空系统来说几乎是隐形的。今年4月，
乌克兰成功地袭击了俄罗斯位于达达斯坦的无人机工厂，并于12月成功地攻击了位于格罗兹尼的车臣特种部队总部，使用的就是这种轻型飞机改装的无人机。好消息，法国援助的幻影2500F 战斗机将于2025年1月开始交付给乌克兰。乌克兰飞行员和机械师的培训已经在法国完成。幻影2000配合 F-16参战在即。另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乌克兰军方声称已经研发出一种激光武器，可以击落1英里外的空中目标。这一说法来自乌军无人机部队指挥官。报道称，在基辅的一场军事会议上，乌克兰武装力量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瓦季姆·苏哈列夫斯基上校说道：“我们现在可以用这种激光击落超过 1.2 英里高度的飞行器，这是真的，确实有效。”分析认为，这表明乌克兰的激光武器已经投入了实战。我们节目前段时间曾对此有过简讯报道，但现在有了更多的细节流出。乌军方将这种武器命名为 Trizab， 在乌克兰语里的意思是三叉戟，而乌克兰国徽上就有三叉戟图案。英国国防部长格兰特·沙普斯曾表示，尽管英国计划最早在2027年才能将名为 Dragonfire 的激光武器系统装备于海军，但该国不排除在此之前向乌克兰提供该武器的原型。他认为，在当前冲突背景下，这种武器可能会提前派上用场。Dragonfire 是英国研发的激光定向能武器系统，采用英国自主研发技术，能够远距离发射高功率激光，其精确度相当于从1公里外击中一枚1英镑的硬币。2024年1月，英国政府宣布，该武器通过了首次实地测试，击落了苏格兰海岸赫布里底群岛上空的几架无人机。从事武器和弹药研究的技术情报咨询公司武器研究服务机构的帕特里克·森夫特表示，虽然对三叉戟系统知之甚少，但乌克兰完全有可能研发出一种能够摧毁一些空中目标的功能性定向能武器。美国海军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使用射程相当的激光武器系统，通过结合使用商业现成的焊接激光器和其他可用技术，特别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森夫特说，激光定向能武器对俄罗斯部署的慢速低飞无人机特别有效，因为这些无人机由相对脆弱的部件组成，很容易受到热量的影响。不过，这种激光武器对于击落俄罗斯导弹，目前还是无能为力的。为什么呢？因为三叉戟激光武器的最大功率50千瓦，可击落2000米高度的无人机。但对于导弹来说，导弹弹头自带抗高温材料，一般的激光武器根本烧不穿导弹，也破坏不了导弹的核心元器件。二是，激光武器严重依赖于电力供应，以固定部署为主。如果采取机动部署，电力跟不上，分分钟就停摆了。但无论如何，乌克兰空军装备激光武器，必将对乌克兰的防空体系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补充作用。接后俄罗斯的无人机，日子要更加难过了。最近某人的糟心事比较多，除了在叙利亚击飞弹打，在乌克兰泥足深陷之外，一股脱俄的浪潮正在席卷前俄罗斯帝国的势力范围。首先是乔治亚，尽管遭受了残酷的镇压和低温天气，但数万名乔治亚人仍然连续26天聚集在第比利斯的鲁斯塔维利大街。从开始抗议以来，警察用尽了各种方法，试图驱散人群，但人却越聚越多。据估计，这个只有330万人的国家，目前已有20万人涌上街头，向亲俄当局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乔治亚的未来在欧洲，而不是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然后是塞尔维亚，人们聚集在贝尔格莱德的街道上，组织者称，参与者有10多万人，要求亲俄的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下台。不过，目前武契奇仍然十分强硬，声称自己绝对不会像阿萨德那样跑路，估计一时半会儿这里的局势还难见分晓。再然后是连利比亚都爆发了大批民众集会，要把俄罗斯赶出去。看起来俄罗斯的海外基本盘非洲也有沦陷的趋势了。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位是7欧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目前正在竞选总统。如果他被选上，白俄第一时间就会转向欧洲，到时俄罗斯帝国将片瓦不存了。
能把俄罗斯搞到全球都不待见，普京这个大旗下的可真棒。这不是那个第三世界国家，而是俄罗斯的一个普通城镇。普京有钱打战，没钱修路，这能叫越打仗越有钱吗？俄罗斯人还能忍多久？不知道，但我们相信不会太久了。2024不是俄罗斯的好年头，2025很可能还会更糟。美国国防部12月20日宣布，已与雷神公司签署一项2.823亿美元的合约，采购第11批次第二代小直径飞弹增程型，又称 GBU-53B 风暴破坏者精准导引炸弹。风暴破坏者是一款尖端精准导引炸弹，采用多重导引系统，包括毫米波主动雷达、半主动镭射导引、红外线导引、GPS 辅助惯性导航以及加密数据链路。这款武器重 92.5 公斤，长175公分，搭载 47.6 公斤弹头，可在复杂电战环境中精准打击目标。其最大射程对固定目标可达110公里，对移动目标则为72公里。由于体积精巧，单架 F-15E 打击鹰战机，最多可挂载28枚风暴破坏者，大幅提升单次出勤的打击效能。此外，美国海军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与 F-35等第5代战机都可以部署这款新型武器。雷神公司表示，风暴破坏者堪称革命性武器，不仅能有效打击高价值目标，更可降低飞行员与地面部队的作战风险。随着现代战场威胁日趋复杂，此类先进精准打击武器的部署将确保美军持续保有技术与火力优势。阿塞拜疆政府消息人士向欧洲新闻证实，一枚俄罗斯地对空导弹导致周三阿塞拜疆航空客机在哈萨克斯坦坠毁。消息人士透露，导弹是在格罗兹尼上空的无人机飞行期间向8432航班发射的。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在飞机旁边爆炸，弹片击中了乘客和机组人员。尽管飞行员要求紧急降落，但飞机未获准在俄罗斯任何机场降落，而是被命令飞往哈萨克斯坦的阿克套。如果初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是继 MH17 空难之后10年来俄军第2次摧毁民航客机。这一次，俄罗斯本国公民以及邻国公民都成了伤亡者。俄罗斯防空部队很可能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车臣期间，导致这架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190型客机坠毁的。12月25日，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一架巴西航空工业公司190型客机坠毁，机上有67名乘客，其中有5名机组人员，38人当场死亡，所有幸存者都在飞机尾部。据悉，其中至少60人都是俄罗斯人。该飞机于莫斯科时间6点50分从巴库起飞，原定于8点20分在格罗兹尼降落。但就在降落格罗兹尼之前，飞机掉头飞越里海，向哈萨克斯坦方向飞去，并在那里坠毁。这段视频捕捉了阿塞拜疆航空公司飞机坠毁前的瞬间，显示飞机在撞击前反复上升和下降。坠机机身上有很多可疑的弹洞，这表明很可能是被俄罗斯或车臣的防空火力误认为是乌克兰无人机而击落的。客机被打出数以百计的弹孔，导致飞机在迫降时硬着陆着火。这已经不是俄国人第一次这么干了，以前的马航就是一个例子。真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啊！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